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今天发了一个很傻的事情，我电池跟充电器忘带了，所以现在只有1块电池。今天晚上我要省着点拍，视频可能会比较短。唉，好冷啊，今天我靠，外滩的风好冷啊，吹得我受不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扎，上海米其林2星意大利国宴级餐厅，价格不菲，一味难求。今天小扎跟大家一起体验一下，看看到底好不好吃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要上菜了。这是帮你准备了一个炸的一个紫苏叶，然后上面会有一些鹅肝碎和黑蒜酱，这你就直接用手拿起来吃，用湿纸巾擦手就可以。第一道一个炸的东西，直接用手吃一下，有点腐乳加13香的味道。老外现在也开始用这一类的调味料了嘛，脆脆凉凉，咸咸香香，很多重的香味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是什么汤啊？这个其实是牛肝菌，然后它里边会有一些香料橄榄油，这是全部都是橄榄油。这个是帮你准备的一个牛肝菌的慕斯。好的。它是把新鲜的牛肝菌先把它打碎之后，再重新塑形，然后泡在这个香料橄榄油里边。这个菜我还蛮期待的，先是牛肝菌打碎，又做成牛肝菌。一种奶油和酥脆的口感的结合，重组的牛肝菌口感挺像奶油了。下面这吐司呢，烤的有点焦焦的感觉，微微的苦味会在口腔里面，很重的香气。其实你们现在看视频啊，可以伸出自己的手掌，看看自己的手掌大不大。如果大的话呢，可能就会有点问题，因为越长大越孤单。这道菜的话是一道日本的南京鸡胸鱼，把它做成意大利面的形状。我还蛮好奇这道菜的，据说这也是他们一道很著名的招牌菜，吃一下看看。口感很绵，味道是蛮好的，口感我不是很喜欢。它应该是中腹的位置吧，不是肥的，也不是瘦的，拿来做面条是挺好的，很酸香的口感，非常典型的西餐味道，一种水果与海洋气息的结合。那这个是帮你准备了一个餐前面包，然后面包的话一共是5种，面包棍有2种，一种原味，然后一种全麦。面包压力有点大，不太喜欢吃面包，但还是要尝一下，吃个这个小一点的。酥味、温度、酥度、咸度、香度都。这个我蛮想尝试的，有个番茄在上面。这好吃，这个比较软香。这个吃不太明白，有点树根的味道。盘子有点烫。这是帮你准备一个日本的小鱿鱼，然后简单的焯水，用罗勒和橄榄油调味，皮肤会配一些涂料。日本的小鱿鱼究竟有多小呢？就真的很小，盘子确实很烫，尝一下试试看。下面这个泥有点苦苦的，这个小鱼的口感好像跟平时吃到的小鱼的口感区别不是很大。我选下面这个土豆泥，第一口苦，现在就是香甜，感觉是功力深厚的一款土豆泥，也算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土豆泥。盘子很大，菜很精致，我还蛮喜欢这道菜的。但刚刚小姐姐介绍我没太听得懂，什么塔做的起司球，弹幕里有知道的小伙伴吗？冰淇淋啊，冰淇淋冰霜的口感，另外一个有点像蛋清的感觉。那最后我吃一下这个鱼子酱，鱼子酱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，鱼子酱还不错，够咸鲜。这道菜我很感兴趣，海鳌虾
加日式照烧酱，再用奶油和鱼子酱打的蘸料。这个虾烹饪的火候很好，里面还有一点点脆生的。为什么入口有点巧克力味？虾的火候好，乳香、鲜甜，这道菜好吃。这个虾本身的咸鲜味非常浓，喜欢海鲜的肯定很过瘾。这是为你准备的一道木鱼汁烩木鱼，然后白色的我们用的是一个意大利的白玉米，这是威尼斯非常传统的一道菜。这道菜很香，应该是木鱼汁的香气，浓郁的海风的味道。刚刚那位小哥说这是意大利的一道名菜，很有名的菜，不过我是没吃过，试一下，还蛮期待的。我感觉他们这边这些海鲜或者肉啊，都是为了来配这个泥的。这个泥特别好吃，特别香，软滑，温度也好。肉其实就除了口感以外没啥，因为我听他们厨房里喊的都是意大利语，好像不是英语，非常浓郁的西西里岛的风味，有一点点教父和美国往事的感觉。我们准备了一个日本的马粪海胆，然后搭配一个意式的一个炸玉米，然后里边还会有一些玉米慕斯。用的虽然是马粪胆，但是这个海胆呢，我感觉可能是日料店人均2000以下的店会用的。两种绵软混在一起的感觉，咬开来很像奶油，然后剩下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海胆的口感，绵绵沙沙，微微的酸味，香甜的。虽然是一家意大利的西餐厅，本土化做的还是蛮好的，东海的黄鱼花椒，番茄洋葱啊，然后意大利的萨拉米跟鸡腿肉，番茄的味道非常浓，番茄味的花椒有点像我们吃意粉里面那个番茄酱的味道。这花椒口感很好。现场烟熏的金鲫鱼，我来这家餐厅用餐之前就有听说他们家是以海鲜的烹饪闻名，我今天吃下来基本上也是这个感觉，海鲜都非常好吃，肉类有点吃不惯。然后时间的话，就沙漏就是3分钟左右。而且主要就是把它的油脂给熏出来。说是意大利餐厅啊，其实用的食材已经是世界各地了。下面是用金鲫鱼汤做的冻，肥润。虽然刚刚经过了3分钟的烟熏，说要带走这个肥腻嘛，但其实还是非常的肥润，几乎没有调味，一点点烟熏的味道，然后就是鱼本身的微咸和肥润感、油脂感。我们准备的主菜，我们是先定型，然后给您看过之后再拿回去做慢烤，到时候就会取一片慢烤的鸭胸，然后会用这个鸭子的鸭腿肉做一些小饺子。这是帮你准备的一个意式的甜虾扁面，扁面中间会有一些开心果奶油，外边有一些开心果粉。这个您吃的时候呢，需要把它充分拌匀，因为它开心果奶油在面的最中间的部分。意大利美食中我们最熟悉的意大利面，拌着这个甜虾酱汁和面条一起，看看这个面条到底好不好吃，有没有嚼劲儿。非常有嚼劲儿，嚼劲到在夹生的边缘，很粗犷的原始的面粉的香味。甜虾这玩意儿呢，大家就很熟悉，我就不多介绍了。酱汁的味道还不错，我蛮喜欢的，很柔和不强。主要这个面条可以，印象深刻。不好意思，我相机没电了，现在用手机补录一点。鸭腿肉很香的一道菜，用波特酒做的酱汁，然后上面是个小蘑菇，旁边的是用鸭腿肉做的小饺子。哇，有点血腥。外皮油香的，第一口咬进去我有烤鸭，里面的肉呢，说嫩也没有那么嫩，但是很juicy，有咬劲儿。所以你看这外皮，有点腥，后面2块这个鸭味太生猛了，也吃不太来。
这么多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们餐后会有一个cheese的环节。餐后的cheese和甜品环节已经不能用丰富来形容了。你们看看这场面，如此纯粹地道的cheese，其实我是吃不太惯的。但这精致的甜品，每一道我都很喜欢，有趣、好吃，节奏感强，值得一试。那么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收藏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